你们有什么事情，直接跟我先生说好了。好。啊，你是老王吧？哦，王厅长您好啊！郎先生好，郎先生好。哎，这位是我的律师。知道，你直接把律师带过来，是不是想直接就签合同啊？哪里，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助手，随便过来一下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呀，这次我回上海，实在太匆忙啦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搅了，告辞。好，我送你们。究竟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你伤怎么样？不碍事。怎么来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？临时决定的。为什么？美国领事馆可不是随便编个理由就能进来的。这几天这里有个大型的晚宴，我包下了膳食的供应，所以才能提前进来做准备。你说你装我什么不好啊？装我姐姐、装我妹妹都可以，干嘛装我妈呀？王厅长啊，我打开窗子说亮话啊！如果你能让我的小儿子中标的话，除了他答应你的之外，我再给你增加10%。真的？你觉得这种地方是带太太来合适，还是带女儿来合适？再说了，现在有本事的人才能娶到年轻的太太。你没看到他们刚才什么表情吗？眼睛都快直了。我知道的，在中国做生意靠的是关系，有关系就有生意可做，没有关系那就什么生意都不好做的。哦，我说的你们明白吗？明白啊，我们的原料是从美国直接进口的，我们的技术人员也是从美国精心挑选的，我们有关系呀。所以像什么运费呀、关税呀，还有手续等等啊，一切就可以免掉了。你们刚才说的是晚宴的事儿，没露出什么破绽吧？目前没有。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你们谈这一笔生意呢？那你们晓得吧？清楚。这个倒不用急，只是嘛，只是这样子一来，你们的利润就少了。虽然是修路，但要是将来工程方面出了问题，郎先生你恐怕……王厅长真是精明人呐，知道谈什么事情带什么人来。你对我的建议有什么意见啊？那怎么样啊？郎先生，今天首先感谢您能够抽出时间来见我们，您的实力和诚意嘛，我也看见了。合作的事嘛，我会认真的考虑到。好。那我就静候你的佳音啦。今天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，恕不远送啦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，郎先生，您多保重啊！儿子啊，要好好的干啊，不要给我丢脸啦。是，爸。乖儿子，注意身体哦。是，妈。王厅长怎么好像还是不太愿意跟曹一文合作啊？关键是要看那个律师和王厅长说了些什么了。那下面怎么办？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到了，后面的事情嘛，就看那个小子的了。你现在要好好的想一想，那个宴会怎么给他搞好。回吧。
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不能让他们俩彻底断掉。为什么？她现在不是歌女，而是副市长的千金，她的身份有助于我们走出现在的困境。您什么意思啊？虽然寄出了美国领事，但是你们今天下午跟王厅长的会面不会太顺利吧？王润林的态度模棱两可。不出意料，他还是会倾向石永川。您是想让王润林知道曹一文和叶云秀的关系？他知道了他们俩的关系，这天平就会往这边倾斜，让叶云秀出来帮我们的忙，这不会很难吧？你打算利用叶云秀？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曹一文不会同意的，他肯定不希望叶云秀卷进来。我们没必要让叶云秀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那你是想让曹一文瞒着叶云秀？这更不可能。餐厅怎么没人呢？人都到领事馆那边去了。谢谢你啊，帮餐厅订了个大单。这好像不是咱们的目的吧？你说现在怎么办呢？啊，他好像根本没有把标题给我的意思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刚才他给我通了个电话，这个王厅长还是倾向于把标底卖给我。这不是白忙活了吗？啊，不是，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啊？我不能问的太多，只能了解个大概。这个胡律师让王厅长觉得，你们美国公司刚刚进入上海，如果上海没些本地关系的话，很难在资金的流向上做得很隐蔽。这么一来，大笔的佣金就很容易被追查到。这王厅长说了，如果这个标的卖给我的话，佣金的处理上会很隐蔽，不容易被追查到。这么看来，这个胡律师对王厅长还是很了解的。王厅长还没贪到失去理智，他可能不在乎谁给的更糟，更在意怎么拿得更安全。怎么办？如果王厅长不上他的钩，我这边没法继续下去了。现在王厅长至少不会怀疑我的身份，也就是说，我要是能够让他觉得还能够安安全全的拿到这笔佣金，一切都有戏。这小子还是欠把火，大使馆都用上了，就是没打动王厅长。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，不到那最后一刻，一定要保持天平的均衡。锅枣子倒向任何一边，我们都将前功尽弃。还有层关系，我们一直没用上。只要他跟你一起露面，那王厅长马上就不会再犹豫。他可是我们手中的一张trump card。不是什么王牌啊？艾若曦会跟你说的。对不起啊，现在赶快的，停车，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啊！哎，韩市长。憋坏了吧？没想到我们还没回上海，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就被媒体给曝光了。现在看来，把你带回上海是个错误的选择呀。在家里憋坏了吧？是我自己要回上海的。再说了，有爸爸您陪着我就足够啦。也不完全是为了我吧？你不是说你回上海，还因为有其他的牵挂吗？能告诉我那小伙子是谁吗？好，
你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可以把他带来让我见一见。如果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，我可以安排你们一起离开上海。真的？我知道在上海过着大小姐的生活，并不是你想需要的。怎么样？能让我见见他吗？现在还不行，但总有一天，我会带他来见您的。好，你决定。不行，让我去利用叶云秀这种事我干不出来。其实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反正这种事情没商量。我当初为什么从他公寓里搬出来，不就是怕他受连累吗？现在我反而得利用他去达到我的目的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也只是随口这么一提，提都不该提，这种事想都不该想。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，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？好了，刚才我们只是抛开感情因素，去考虑各种可行的办法。安主席当然知道叶云秀在你心中的地位，也根本没考虑过你会接受。喂，你好，我找一下王一红王探长。是我，叶云秀。你真的能帮曹一文吗？我相信你。我想，我有办法找到他。不过，我家门口现在围了很多的记者，我想我出去的话，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你能来接我吗？我会想办法让爸爸同意我跟你走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去哪儿了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我要求来见你的。你们把话说完，我在外边等着。不要再躲了，向你哥哥自首吧，我也会让父亲替你想办法的。自首？为什么？难道他认为是我杀了林中军他们父女？啊？怎么样？我想曹一文最后还会用不辞而别的方式来保护他，让叶云秀不受到牵连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可是，你不是希望他们俩能……我想，叶云秀最后会明白这小子的心思的。如果是那样，他们俩之间的羁绊就没有消失。当我第一次发现你变成了歌女的时候，
我就什么都清楚了。原来你一直都很在意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为什么又来招惹我？我又没有非要让你跟我在一起。是断绝交往的时候了。最近的经历让曹一文觉得，凡是关心自己的人都会受到伤害。石永川、树子、艾若曦，他不能再让叶云秀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你知道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见你浓妆艳抹、搔首弄姿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感受吗？后来我知道，你其实上为了我才来到上海，我确实有点内疚，可我改变不了你歌女的命运呐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是不是能够陪在你身边，让你开心一点，我的良心就能好受一点。所以，你一直都在可怜我。我就是在可怜你。你以为你是市长的女儿就了不起啊？歌女永远是歌女。陈博文喜欢，我不喜欢。我就是不喜欢一名歌女。你要没什么话说，我请你出去。你今天是以什么理由来抓我？谋杀林中君他父女？我知道不是你干的。我要不这么说，叶云秀不会带我来见你。没想到你也会说谎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是为了……我现在可没闲工夫听你在这儿跟我讲大道理。哼，别装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你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吗？是啊，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知道。我相信父母的在天之灵，也不希望看到你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你没有资格代替他们说话。等等，就算你抓到3年前的幕后黑手，替父母报了仇，那往后呢？你打算就这么一辈子躲躲藏藏的活着吗？就算你是我哥哥，我的未来也用不着你操控。如果今天你不是来抓我的，就用不着在这浪费时间。听说林中君死之前，你们见过？3年前林中君受任指使，杀害了我们的父母，还有妹妹。谁指使他的？不管是谁，他都藏不了多久。既然叶云秀都决定要在这里等你，你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呢？我知道那个陈博文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叶云秀跟着我也不会得到什么幸福。其实叶云秀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的幸福是什么。你想想，他为你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！你们能够再次重逢，又是多么不容易。你说的这些，我都明白。不过有些事情不是他一厢情愿就能够实现的。可是，走了。这些话你自己为什么没勇气去说呢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既然你已经接受那小子正式退出比赛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只要坚持到终点就能胜利？难道还有什么隐藏的对手我不知道？你又在偷听。我在附近发现了个奇怪的家伙，要不要去见一下？走。
对不起，下手重了点。你们是谁？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慢慢聊。大哥，分析报告出来了，跟杀死左阿四的是同一个人。又是杀人灭口啊！或者说，季先生和林中军接触过。这样吧，你先去查一下林中军死前都跟什么人接触过。另外，我看过你之前的一份报告，你怀疑孙承厚是季先生的同伙，有很大的嫌疑。首先，他参加过3年前的南港欺诈案；其次，这季先生重出江湖以后，他又动作频频，而且跟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情都有关系。那为什么不继续查下去呢？没有直接的证据啊，而且孙承厚不愿意合作，这龙局长也没法申请拘捕令。拘捕令，我这儿可以直接下，你先回去，准备抓人。什么理由呢？先把人抓回来，理由审完再说吧。可是，这么随随便便的抓人，万一韩市长知道了？其他的事儿你不用操心。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，让他们来找我，我是检察官，这种事儿都是我说了算，其他的没有人会多说什么。你现在就去，我们要抓紧时间。如果让季先生逃出我们的视野，再想抓他就难了。怎么那么伤感啊？怎么，你是不愿意做韩世贤的女儿？那要不就是你还在埋怨他，当初抛弃了你们母女。不是的。到底为了什么呀？你告诉我呀。父亲还说他想见见你。什么时候？你说。你一会儿还有别的事情吧？啊，这都是摊生意的小事情，不重要。不着急的。急，见你父亲比生意重要多了。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打一电话，马上就过来。哎。陈先生来找我有什么事情？你是中文系的才女吧？拜托你替我写几封私信给他们。思来想去，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来表达我的意思。能够精通国文，能够让我完全放心的人，也只有你了。看到以自己的名义写给曹一文的绝交信，叶云秀猛然明白了曹一文对自己态度突变的原因，一切都是陈博文在捣鬼。我跟那个肖家全谈了谈，有什么收获？陈博文委托他，让他找出曹一文的把柄，然后迫使曹一文离开叶云秀。这个叶云秀是相当的受欢迎啊！啊，那个陈博文早就知道叶云秀是韩副市长的女儿，所以他接近叶云秀，应该只是为了自己商业方面的考虑。那么那个肖家全为什么要帮他？肖家全只是个不得志的记者，手上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，但是陈博文答应他，只要他找出曹一文的把柄，
就让他坐上主编的位置。可我们这边不是有大把大把的有价值的新闻？您是想要拉拢他？如果叶云秀那边没什么问题，你通知石永川，让他进行下一步计划。孙经理，请你来警局喝一趟茶，还真不容易啊。哎，你们找我来干什么了？行了，实话实说吧。3年前你跟南港码头案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跟最近重出江湖的曹逸文究竟有什么联系？我有什么可告诉你们的了？你们办案嘛要讲究证据的呀，对吧？不要以为你们穿了一身警服就可以随便抓人。我的律师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。你的律师现在就在外边喝茶呢。根本我要见他一下，看看，逮捕令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的律师来还是没来，你跟我老老实实在这待上24个小时。你们想知道的，我3年前都已经交代过了。你现在就算拿出逮捕证来，我跟你讲的也是跟他3年前的是完全一样。你告诉我，你当初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？刚才有备无患。有备无患，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，你为什么要备那么多？哎，你懂了啦？哎，这是码头在建造呀，又不是盖房子了。你以为在威尼斯啊？看来你自己记得还挺清楚啊。你什么意思啦？我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找专家检测过了，根本用不了那么多。刚才你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？怎么可能是这样呢？对吧？你懂不懂的？懂。什么叫我不懂？我都已经查清楚了，我找过专家问过了。哎，专家今天跟我们这件案子老早就要了了，你还叫我来？我查清楚了，你得认罪呀！我为什么要认罪？你现在要交代呀！我说不说？哎，我跟你说好好聊呀。我找我一枪毙了你，说不说？打倒，一枪打穿，一枪打不穿，打2枪嘛。孙经理，葛雄这个名字，你应该不陌生吧？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们怎么能随随便便来约你喝茶呢？让我来提醒你一下，他是3年前营造厂的负责人，那项工程是怎么进行的，他最清楚。欺诈案爆出不久以后，他就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。巧的是，前不久他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，找到了我们，要求庇护，条件是他可以告诉我们一些3年前鲜为人知的事情。那你答应他了？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当然应该答应他。但是作为检察官呢，我又不愿意让他捡这个便宜。既然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跟他一样多，那我不妨先问问你。如果你不愿意合作的话，那么葛雄也许会把所有的罪名都加在你的头上。你想知道什么啦？3年前你是怎么接到那个工程的？都接触了什么人？用了什么方法？哦，还有，老实交代，你前段时间说那笔损失的款项找回来了。是怎么找回来的？还有，你们那个仓库究竟借给什么人了？这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啦？我们现在怀疑你就是季先生的同谋。啊？哎，全都交代了，挺好的。那个，哎，刚才你说那个葛雄找过你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根本就没找过我。3年前我倒是很想找他，但是一直也没有他的消息。不是，那你刚才……我不过是用了一点推测，吓唬吓唬孙成厚罢了。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全招了。不过，这也证明了我的推测基本上都是正确的。是啊，可是，那他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能作为证词吗？咱们的目的不是孙成厚，但是通过他的供词，可以让我们尽快地分析出曹逸文下一步会跟什么人接触。哦，记者找到了，说是那个记者已经有下落了。那你快去吧，这边我来整理供词，咱们回头见。嗯。
王厅长来了以后，我怎么说？根据他的习惯，他会随时出现在这儿。等他来了之后，你就跟他说。能行吗？人家能信呐？先看看反应再说，实在不行，再想别的办法。也只能这样了。我去趟洗手间，先准备一下。小姐，我们上次订的酒准备好了吗？韩市长的吗？嗯。哦，准备好了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帮您取。我刚才想了一下你说的那个计划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漏洞。万一你怎么来了？正想着去哪儿找你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找我。那封信我看过了。什么信呢？陈博文伪造的那封信，他去找过你，对吗？所以，你是为了让我离开你，故意才说的那些话。你真傻，何必在乎他们说什么呢？其实师长女儿的这个身份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已经挺开心的了。赵海华说他马上就到，那我们先在这里等他一会儿。是他约咱到这里来谈。是，他说有些事情他想当面再跟你谈一谈。谈什么谈？这个标的基本上给他了嘛。我再跟你说，是不是市长女儿？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。我记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都说得很清楚了。你离开这儿行吗？啊，现在马上从这儿离开，行不行？啊？就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要怎么跟你说呢？我约了人，请你离开这儿。对，约了人。刚才那两个人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我明白了，看来我是自作多情了。叶小姐啊，不，韩副市长的千金，我该怎么称呼您？哎呀，真是幸会了。叫我叶云秀就可以。好。哟，郎先生，王厅长，哎呀，这么巧啊！巧啊！您这是在吃饭？哦，还喝了点酒。啊，我是说您二位。他是我的未婚夫。他是您的未婚夫，郎先生啊！哎呀，真有你的！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呢？太低调了！哎呀，招标的事情有机会咱们好好的谈一谈啊！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情况有变，出什么事了？叶云秀突然出现了。你现在马上给胡律师打电话，说临时有事，取消见面。你呢？我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替他解围。请教一下胡律师。有人电话。
等一下，这桌的单记在我的账上。好的。你记得。您真是太客气了。慢慢用，慢慢用，我不打搅，我不打搅。胡律师吗？我这儿出了点事儿，实在是过不去了，很抱歉，请你转告王厅长，请他见谅，我们再约。好，再见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啊？这不正是你想让我说的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你以为你这么做我会感谢你吗？啊？你越是这么做，我越瞧不起我自己。你每一次都这样说，但是你依然还是那样做。王厅长，那个赵凯华说他临时有急事情来不了了。这个赵凯华怎么搞的？咱们走吧。这次招标意向我心里有数。可是人家可是市长的准女婿，你还有什么可是？哟，郎太太，恭喜恭喜呀 ！What？ 啊，我是说啊，您家的公子和副市长的千金，他们的婚事是定在何时啊？哦，这个呀，还没定呢，这不是过来跟他们商量来了吗？哦，是，结婚是件大事，是的，一定要好好的选个日子。是的，哎呀，结婚这件事情，还请王厅长不要对外声张哦，传出去的话，闲言闲语的，麻烦的很哦。明白，那就不打搅了，请您代我向郎先生问好。一定的，See you。拜拜。我现在真的是想不出办法来了。对方不但把领事馆搬出来，现在又多了个什么副市长的岳父，真的是很有实力啊！不但准备把王仁林弄到海外去移民，还准备把他的钱都移到海外去。你也晓得的，那个王厅长准备捞最后一票就隐退，对方每一步都踩到点上。如果只是比钱的话，我根本用不着找你帮忙，直接给那个老贪鬼开张大额支票就行了。毕竟你跟在王厅长身边多年，帮他瞻前顾后的，他不可能只认钱不认人吧？你还就讲对了，那个王厅长现在眼睛里面只有钱，没有人。你是不是也收了那边的好处，不肯尽力？赵先生，你讲这种话就太难听了。不错，你是帮过我的大忙，但是你拜托我胡某人做的事情，我一直是努力在争取，争取不是承诺，对吧？你现在强人所难，我看我们之间的合作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。那个茶碗我大不了退给你，我们两清。现在可不是一只茶碗的问题，我们已经筹备了修路工程，一旦竞标失败，受损失的是大日本帝国。对不起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我对你的态度感到十分遗憾，如果不愿意合作的话，后果自负，告辞。你什么意思？那只天目茶碗在日本可是珍贵的文物，如果让使馆的人以茶碗失窃为由向贵国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王厅长可以上下打通关系，可以说是你行贿给他的，他毫不知情，但最后倒霉的人肯定是侬。原来你们一直在算计我啊！我是看中了你的能力，想借你的关系赢得锦标，但你毕竟是中国人，我只能防一手。话说到这份上，虽然有些难堪，但毕竟还没有尘埃落定。我希望你继续努力，毕竟赢得竞标，你我都有好处。